那在去年那篇文章上，如果这个老鼠呢是被节制的，也就是说只给它70% 的食物的热量，一天只吃一餐，也就进食2个小时。这个老鼠不但没有胖起来，而且呢它的寿命延长了35%。也就是说，如果越简单的活，就可以活得越久。所以方医师说少吃一半多活一半。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是养生靠自己。我提出一套养生的方法，基本上是用饥饿的方法来养生。那饥饿很难受所以我发展了一套叫做一次全餐法，来跟各位分享。你知道这个老鼠如果你给它吃到饱，无限供应老鼠是会吃得很胖的。在这个老鼠的本性上它从来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它今天有东西吃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拼命吃的，所以它体重会越来越胖。在去年30的一个文章上提到，这个老鼠它是可以从20克，如果随便它吃，它是会吃到50克的。那现在的也是一样我们一走出去7-Eleven餐厅一大堆。那我们人类呢也很少有这么好日子过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吃东西我们都不会浪费的，一定会尽量往我们自己身上对所以我们无形之中我们就吃了太多东西了。那吃了太多东西呢，我们的基因活动呢也变得非常的忙碌那你看大家这个贪心的本质你在中元普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百人都贡品那结束的时候呢，要让大家可以拿回去都不是鬼去扑上去吃的都是人拼命去抢。那在去年那篇文章上如果这个老鼠呢是被节制的，也就是说只给它70% 的食物的热量，然后呢一天只吃一餐，也就进食2个小时。这个老鼠不但没有胖起来，从头到尾都维持20公克，而且呢它的寿命延长了35%。也就是说，如果越简单的活，就可以活得越久。在低等的动物里面，像那些酵母菌或者这些低等的植物呢，都有这种效应。那越胖的人呢，在这个节制饮食上也就限制他饮食效果就会更好。那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传统上呢，道教也是重视这个少吃多动所以道教的这个养生功夫一天要走6个小时几乎每天都在走路那佛教徒呢，也是到中午以后就不吃东西了。所以在这个养生上少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血糖都会被记忆在我们的下视丘里面。比如说你今天是70公斤，那你这一阵子乱吃变成75公斤，只有你连续75公斤一段时间你的下视丘就以为你的标准体重是75公斤，它就设定在75公斤。老鼠也是一样你一只胖胖的老鼠呢，你强迫它只吃一半的食物，70%的食物，那它体重就会降低了。但是过了半年以后，你再给老鼠乱吃，它还是回到它原本的体重。所以我们下视丘很顽强的把我们的体重记录起来。那我们下视丘也会记住血糖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平常血糖就200-300，然后下视丘就以为我们的血糖是200-300。那今天如果你正常血糖100他以为你出现低血糖，他还拼命把你的血糖拉起来。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体重胖太久，也不要让我们血糖高太久。那怎样才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样子呢？你就想象你大概体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一直想象这个样子，你的身体也会往那个方向长。所以在这个去年的 Science 的这个报道非常的重要一天只吃一餐，只吃70%的热量，可以保证让你体重不太会变化，维持一个这个标准体重，而且你的寿命还可以延长到3成多。所以方医师说少吃一半多活一半。那到底什么样才是少吃70%的食物呢？70%是跟谁比呢？70%是什么意思呢？那到底吃多少才会长寿呢？结果在去年这个英国有一个研究，
他们就像那是我们的诊所啊，他们都会登记他们的体重，然后研究了360万人，那发现 BMI 值，所谓的 BMI 就是我们身体的体型啊，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最好活得最久的是在23，也就是说我们在70岁以下的人呢，23是我们活得最久的一个标准体型。那如果到了70岁以上呢，甚至可以到25。所以你到底要吃多少，这个我们不管，我们看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 BMI 值在23是活最久的，70岁以上稍微胖一点25。所以要养生呢，有3个原则，综合起来就是说你的体型呢应该是在 BMI 值23。如果你还没有到的话，太瘦或太胖的话，你就往23前进。第二个，你吃的量呢，就是以刚刚 BMI 值为主。第二个，你吃的餐数不要太多餐，因为每一餐呢都消耗你的基因活动。以方医师来讲呢，最推荐的就是一天一个大餐，一个全餐，那其他的就算小餐，不含淀粉类的。那第三个呢，你中间一定会有点饿嘛，你每天都丰衣足食的，都没有饿到，身体也不会好啊。稍微饿一点的，身体才会好。所以第3个原则就是撑住。所以要让你长寿的饮食方面的要求就是 BMI 值23，一天只吃主餐1餐，全餐1餐，饿的时候稍微撑一下。那老人家有时候没办法这么的有耐性啊，那生病的人像糖尿病、癌症的病人呢，也没有办法这么耐饿啊。好，那怎么办呢？那就用一些植物餐来骗。什么叫植物餐？植物餐就像一些坚果类的啊、沙拉类的啊，纤维质高的食物，那就植物餐，那会带给你一些饱食感。那你也可以来一个不带淀粉的，像一颗茶叶蛋啊，这些都可以让你呢撑过比较饿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天只有1次全餐，其他的餐呢，如果觉得不舒服，用一点植物餐来骗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死亡风险跟 BMI 值有关，然后在70岁以下的，我们目标活得最久的就是23，然后在70岁以上的稍微胖一点就到25。那太胖跟太瘦啊，都会影响你的寿命。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吃的少啊，有3种方法，用吃东西减少吃东西来养生的有3个方法。好，那少吃东西不是说饿到已经营养不良而是说少吃而已。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那个热量的摄取是够的。我们一般来讲，以现代生活，大部分都是多吃的。好，那这个少吃有3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限时吃。限时吃就是一天只吃，比如说吃4个小时，其他时间是不吃的，这是第一种方法。其他时间不吃，只吃那4个小时。第二个方法呢，叫间歇性断食。那在这个大家流行的，就是说1个礼拜7天里面有5天完全是正常吃的，但是有2天呢完全是不吃的。所以2天是完全饿肚子的连续2天那5天正常吃，2天不吃那另外一个叫做仿断食饮食，也就是骗身体的。那这种仿断食饮食呢，看起来好像是在断食，但事实上它大部分吃的食物是变成植物类的，像吃大量的纤维啊，还有这些蔬菜类的啦，还有这些坚果类的，那就仿断食饮食。那这3种方法呢，大家都有在市面上已经听到很多了。那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天只吃4个小时，有些人是撑不住因为要有一点那个忍耐的功夫那第二个，如果5天吃东西，2天不吃，那变动太大，身体要一直去适应，或对一些人是有点辛苦的那仿断食饮食，也就是以植物类为主的饮食，类似已经走到像素食一样的那这个内容呢又太复杂，所以方医师把这3种一般市面上的节食或者是这个减少热量的摄取方法呢，把它改成一个新的方法，叫做1次全餐法。那这1次全餐法呢，也是要符合方医师讲的那3个大原则第一个就是 BMI 值，我们要往23，吃多吃少我不管，但是你 BMI 值就是往23前进。那少餐，一天不要好几餐，看起来很忙，都在吃东西。第3，能够帮助你撑住。如果掌握这3个原则，
又把市面上那3个方法集其大成啊，那又简单又方便，还又坐得住的，那就是我今天提出来的一次全餐法。那方法是什么呢？早餐啊，早上起来就不要再吃什么东西了，因为你的血糖其实是够的。那早餐就喝个茶，喝个茶呢，人又舒服，精神又好。那也可以喝个咖啡了但是不要加糖。那喝茶或喝咖啡，也就是水分要够，因为如果你水分不够呢，你的胃啊会缩掉，会引起那个饥饿感。那中午呢，不吃含淀粉类的食物，那吃什么呢？吃一些，比如说吃一个茶叶蛋，因为茶叶蛋的消化慢，所以它让你胃有饱食感。你也可以吃一些坚果啊，你买一包坚果，你周五吃的也是会有饱食感。那一些沙拉、一些植物油，然后这些只要让你中午没有饿就可以了。也可以完全不吃啊，继续上班，那一天就早餐、中餐全部省掉啊。但是记住从头到尾喝茶喝水不可以省，因为你的胃没有东西的时候它会收缩，所以有时候胃收缩的不舒服跟饿的不舒服是不一样的，它都会来找你的。到了晚上你就随便吃了，而且吃到饱。但是不要吃到撑吃饱的时候不撑的时候，你血糖高起来了，你就会想睡觉。然后你到底整天要吃多少量呢？你就用你的体重来看，你的体重如果可以达到 BMI 值23前进这就是你应该吃的那个食物的量。那这样一次的全餐法是综合以上这些市面上节食的方法，那它符合我们生理学的，那它有一个固定的节奏，早上不吃，中午不吃淀粉类的，晚上随便吃。那晚上随便吃呢，你一天都没有吃你血糖突然高起来，会变得很好睡的。那下午呢，又稍微忍耐一下，因为你会有点虚，会有点饿，但是你可以稍微忍耐一下。那生活上也方便，因为我们中午有时候还在工作，要去找吃的也很辛苦，干脆就跳过去。但是晚上常常要跟家人跟朋友聚会所以生活上晚上是比较少那个可以完全不吃的。所以我这样的方法呢，也是适合你的生活。那省掉时间，早上也不要吃东西的时间，中午也不要吃东西的时间，又省钱，而且这种最重要的是对身体是更健康的。所以这一次全餐法就是在这一次我提出来的早上可以喝茶或喝水，中午呢可以不吃，要吃的话呢也是非淀粉类的，你可以买个茶叶蛋吃准备一包坚果吃你就会撑过去的。那到了5、6点你就可以开始吃晚餐了，又可以随便吃，什么样东西都集中在晚上吃。那这样子的一次全餐法有符合生理学吗？对，很符合生理学。因为我们半夜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醒来呢？因为半夜的时候可体松就开始分泌，可体松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它有日夜周期，所以半夜的时候它就开始分泌了那到早上达到最高点，你如果在外面再照个阳光它更高了。那这个可体松呢，它就跟我们胰脏的叫做升糖激素合作，会让我们的肝脏把肝糖分解成糖分，所以你早上的血糖不但不会低还可能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身体早就为了我们的活动准备好免费的早餐了，都已经有免费早餐了，血糖都够了，你还要吃东西，那只是你的习惯而已。我记得我以前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不吃早餐更健康。那中午难免就有饥饿感，那这个饥饿感好不好呢？这饥饿感再来讲呢，是对养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养生就只靠中午的饥饿感，因为你饥饿的时候，我们是大脑里面有一个细胞叫食欲素细胞，那它就有点紧张那它就会让你更警醒。所以一般如果你不吃中餐的人有点饿的人呢，是可以保持更清醒的。但是你吃完中餐，尤其是吃淀粉类的，你就会变得不清醒，想睡觉。那下午呢，等到2、3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松一点，因为你的肾上腺素呢就会开始分泌了。我们早上是可体松让你有活力的，到了下午是肾上腺素让你有活力的。肾上腺素会来救援它大概2、3点来，所以你受苦的时间长不长？大概就是12点到2、3点。那这段时间呢，稍微忍耐一下，然后救援马上就到了。等到肾上腺素来你人又有精神，那
一直到6点以前的，你都还是变得很有活力。那到晚上啊，你就随便吃的，血糖一高啊，我们食欲素细胞刚刚讲说那个保持我们清醒的，血糖一高，它的反应是什么？它就会抑制下来，那我们就会想睡觉。所以我们身体的设计是这样，饿肚子的时候，食欲素的细胞就会活跃，让我们清醒。然后我们吃完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休息，把这些宝贵的食物储存起来，食欲素就会让我们想睡觉。那你可以想想看，我们的原始人啊，古时候住在山洞里面的原始人呢，就是这样设计的。那时候也没有冰箱，也没有 7-Eleven 啊，他们就必须要啊，把食物当天就吃掉。所以哪有什么早餐跟中餐？早上的时候去打猎，然后到晚上带回来，大家吃一餐，好好睡觉。那这样子做法呢，你看哦，一天一次全餐的做法呢，你日夜节奏是很明显的。你白天就是要忙，要警醒，到晚上呢就是要睡觉，日夜节奏要明显。你饿，白天就是要有点饿，晚上好好的吃，那个节奏感也是很明显的。光是你这样子的做法，你会强化你身体的这个时钟，生理时钟，它会变得很明显。那有时候还是会饿到受不了啊，会不会这样子？一定会这样子。我们要享受这个饿，也要有办法。那我要跟各位讲，你今天断食的时候有3种感觉，这3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哦。第一个，你肚子空啊，肚子没有东西，都还会绞痛。第二个，你会觉得很虚啊，好像整个人的力气不够，然后呢没办法做太多事情，的确是会虚的。你就是靠这个虚啊，去启动你身体的修复反应啊。你要想想看，这个虚啊，是养生的关键啊。第3个才是真的饿，饿到什么？低血糖发抖，就是说大家也曾经饿过嘛，饿到你都站不住，还要发抖，觉得很不舒服，流冷汗都会啊。这3种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讲，我们不要让肚子空掉。我们会觉得饥饿感呢，第一个是肚子空掉，它收缩了。你要喝水，喝水的时候肚子就会胀起来。你吃一些纤维类的也会让它胀，蛋啊这种慢消化的那个蛋白质，纤维类的、植物类的，坚果类的，这都让你呢胃里面觉得有东西，它就不会有这种肚子绞痛的感觉。第二个，这个虚啊，这个需要忍耐啊，我们要忍中间那一段，可里松结束了，肾上腺素还没有来的2-3个小时啊，而你要想看这2-3个小时，也就是饥饿养生法的关键，要忍耐。第3个，那为什么会饿到低血糖呢？你今天如果没有吃任何的糖分的食物，是不会产生低血糖，除非你本身的胰脏已经有退化，你的升糖激素已经不够了。有些糖尿病人会这样，糖尿病人呢，不但血糖呢会太高，它太低的时候它也不会救援，所以它的这个胰岛素跟升糖激素都有问题。但是大部分人是不会这样的，大部分人饿为什么会产生低血糖发抖？因为他觉得不要饿过头，他偷偷吃了一个面包，他偷偷喝了一个糖水，他想说呢，我需要血糖，结果那一点点面包跟糖水才是造成你接下来低血糖发抖的原因。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早上吃一个面包，吃一个稀饭，吃一个馒头，或喝个糖水，你那个血糖突然会飙高那胰岛素呢就马上出来了，但是它会刚好拉到，刚好就停了吗？不会，它会把你拉到低血糖。所以你早上如果吃那一些所谓的高 GI 值的，也就很好吸收的糖类你到中午11点早上11点你就饿到不行那你偷吃了一些那个淀粉类的糖分的，你就会产生低血糖发抖的现象。所以要避免在瘦身在这个节食的过程里面呢，产生低血糖发抖就是不要偷吃高糖分的东西，你只能够吃像蛋类、纤维类、植物类，或者是这个坚果类。那我们说这个代谢是要双向的，你每天只会吃，饿了就吃，饿了就吃，你只有进没有出你要保持健康的，你必须要让你的代谢是双向的。那一天一次全餐就有这种味道他白天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呢，你的肠、胃、肝、胰脏都在休息，因为我们身体会老化这个消化系统是最早老化的，至少老鼠是这个样子的。你不用给它吃东西呢，它就可以休息，而且肠内的细菌会长起来，好菌
那到下午的时候，脂肪分解啊是有助于你瘦身的，而且这个压力事件呢也会助于我们养生。那早上呢，我们起来的时候呢，有这个可体松，那这个压力荷尔蒙呢，它会把我们的肝脏里面的肝糖拿出来用，变成血糖，那一下就用完了。用完之后呢，你接下来的受苦啊，就是分解脂肪。所以你在下午那段时间，你在饿的时候，你心里想想看，为什么你的血糖还可以稳定？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启动了脂肪去分解。好，那早上如果你起来，你不吃早餐，你马上去走路，你走个20-30分钟、1小时，你加速，你把你的肝糖用掉，这个时候呢，你的脂肪分解更早来到啊，所以晨起快走还会增加你的脂肪分解的量。好，那脂肪分解其实是很难的，它其实不太喜欢用到脂肪，它肝糖可以用，它就赶快用一用。脂肪分解是一个很皮的事情的，你一般你看哦，你如果中午不吃，你身体是会给你抗议的，它是会闹你的，它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很虚弱、快要不行了，然后各式各样的症状，那大概闹1-2个小时，他发现啊，你这个人是不屈服的，那他就认了，这时候他就去乖乖的去分解脂肪。好，所以要分解脂肪不容易啊，一定要饿到才能够分解脂肪。它是一开始都会先吓你的，你如果不被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的能量源源不绝跑出来的。啊，如果真的饿不过去怎么办？啊，肚子不舒服啊，你就吃一点非淀粉类的食物，骗身体就好了。那这样子的方法呢，对于有糖尿病倾向的病人更适合。什么叫糖尿病倾向？比如说你爸爸或妈妈有糖尿病的这个体质，那你可能也会被遗传到，或者你去抽血，血糖都已经在边缘了。好，那血糖比如说都100出头、110、120，或者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已经到6了，像这样子的体质的人呢，他可能发展5年、10年，变成真正的糖尿病。也就是说，你的胰脏的细胞已经开始不够用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要减少用胰脏，你一天只吃一次全餐，那一次呢全包啊，包含所有的淀粉类、糖分的食物都在那一次食用。你胰岛素只要分泌1次就好。你如果中间都偷喝饮料啊，喝了2杯饮料、面包、点心、糖果，全部都吃了，胰岛素一天分泌5-6次，而且血糖非常的不稳定啊。所以一天只吃1餐呢，胰岛素只分泌1次，而且你身体对胰岛素啊是会变得比较敏感的哦，因为你平常都没有动它，结果胰岛素一来，它就变敏感。而糖尿病病人一个特色是对胰岛素不敏感，因为一天吃太多餐了。另外你低血糖的时候，你的升糖激素也会分泌，也会练习得到，所以你血糖呢，白天呢就少分泌胰岛素，升糖激素来做事，有练到。那这个空档时间呢，也可以让胰岛素分泌的细胞叫贝塔细胞，在胰脏是可以增生出来的。所以有糖尿病倾向的人呢，很需要用这种一天1次全餐的方法。好，那这个我们身体血糖到中午的时候就比较偏低嘛，因为方医师说中午可以不吃，或者只吃淀粉类的非淀粉类的。那我们生活作息也要配合啊。我们早上的时候刚睡醒呢，是最清醒的时候，所以我们早上要做决策，因为我们脑袋已经整个都已经洗干净了，然后东西也清掉了，什么东西可以进来，所以要把最宝贵的时间拿来这个就是早上拿来做决策性的事情。好，那中午的时候呢，你别人都在吃东西，你如果不吃好像很奇怪，你最好找一些把早上没有完成的就把它一次把它做完。到下午呢，你的血糖也偏低，人也虚了，那很难去用脑的，因为我们脑袋是需要那个高的血糖，所以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不吃东西，你下午是没办法思考的，因为它没办法用到我们血液里的血糖。这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做一些简单的事，打一些不用脑的事情啊，说电话啦，整理一些杂物啦。下午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顺便期待说晚上要吃什么。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一天1次的这个全餐，这个吃法的话，你的生活节奏大概是这个样。早上就是要忙，早上做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晚餐的时候就是要好好的吃，去想说今天要吃什么。这么宝贵的一餐不能随便浪费掉，吃完泡面就决定了，不行。所以晚上要好好吃，好好吃之后呢，
你晚上就会好好睡。所以这节奏大概是忙吃睡。所以今天这个一次全餐在方医师看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代谢方法。早上的时候呢，你的可底松就把你的肝脏的肝糖分解，它已经帮你准备好免费的早餐了，你干嘛还要吃早餐呢？第二个，到中午的时候，你真的肝糖都用完了，但是你血糖还是稳定的那你这时候为了要活下去，血糖稳定，脂肪会拿来分解，但是脂肪要分解，它会给你小闹一下，你要忍耐1-2个小时，然后到了晚上你随便吃，这时候你吃的食物种类很多，你的糖分呢会储存成肝糖跟脂肪，所以这节奏很明确你储存的肝糖跟脂肪，肝糖拿来早上拿来用，脂肪拿来下午拿来用，这就是一个双向的代谢。那我们这个节食还有很多好处我们一般只要超过12个小时我们的饥饿感就会在对我们的身体拉警报。那这个拉警报呢，它会做很多事情来帮助你抗老化，然后还会长寿，还会癌症会变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这么多好处呢？光是饿肚子就这么多好处，都不用吃什么东西呢？因为平常我们身体一直吃，一直在忙太多，都在吃跟有关，一天照3餐吃加点心，光是吃它就占了大部分的能量消耗了，没有机会去整修我们的身体。当你饿肚子的时候，那个警报它会利用这个空档没有吃东西的空档，去帮我们身体做修复。那在这个休息的状态之下呢，我们身体被修复了，很多神经的这个滋养因子身体的滋养因子全部都出来帮忙你，而且因为在这个状态下，你细胞的生长也是会变慢的。而方医师有提到过，你一个人要长寿，要活到100岁你就是要让你的细胞不要分裂太快，要慢慢的用。而这个节食是一个让细胞可以生长缓慢的好方法。那细胞一旦生长缓慢，它要换细胞的时间就会拉长，你就可以得到长寿了。而且因为细胞换的没有那么密集，你每次换细胞的时候，是干细胞要分裂，然后来补充你这个老化的死掉的细胞的。那每一次分裂就有可能出错，然后产生癌症。所以你减少这个细胞的分裂，那它就可以活得久，又可以减少得癌症的机会。好，那这样的好的方法呢，就是说要去建立你一个生活的节奏感。你生活节奏感呢，在方医师看来就是有可以讲2拍的，也可以讲3拍的这2拍的就是说，一般我们有日跟夜嘛，白天呢就是要很亮，晚上呢就是要很暗。然后也可以讲累跟睡，白天要够忙，让你有累感，那晚上就好好的沉睡，睡得很熟。那白天要饿了就好好的吃。那这种日夜累睡饿吃的2拍法，你要把它搞得很明确。那也可以讲一种3拍法，一天的3拍，也就是白天忙，然后晚上吃，然后呢这个夜间睡觉，忙吃睡。那这个叫做饥饿养生法。你下午在饿在虚的时候这就是在养生的时候，不要去小看这个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这种虚感，他身体在做一些很有用的事情。那你说这样子的养生到底是消极还是积极的呢？我觉得都有了。不吃东西很简单嘛，但是你要能够有方法的度过。这对我们的心智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好，谢谢各位，今天就是我跟各位分享的饥饿养生法。好，消极中带积极的，1天1次全餐法。谢谢各位。